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新手教学的讲师，我叫小杜。我们今天新手教学的课程内容呢，要讲的是创建子账户，然后利用子账户来保护我们加密货币资产。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子账户它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好了。在我们不管任何交易所，我们办的那一个账户都叫做主账户。那子账户呢，它是有点像是你的主要账户的分支，它是创建在你的主要账户下的，所以所有的钱都会从你的主要账户进出，它没有办法从其他的地方直接汇到你的子账户去，只能从你的主账号去做转账的动作。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子账户这个东西呢？因为现在很多交易所他们会把账户变成，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有资金跟统一交易账户。那资金就等于基本上是现货，它跟统一交易账户是分开的。统一交易账户就是你在做交易，你在打 USDT 做合约的时候，你只要把你的现货都丢在统一交易账户的话，它就会全部被拿来当做你的保证金。如果你是开全仓的状态下的话，你统一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USDT、小币、山寨币、比特币、以太币，全部都会把它被认列为保证金做使用。那好，如果今天你一个不小心忘记设止损，还是说突然暴力插针，订单没有成交到的话，你的强平被戳到了，那就代表说你统一交易账户里面的钱会全部被拿去赔给市场，当做你的保证金嘛，它全部就会赔出去。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会需要创建子账户来帮助我们把其他资金移到子账户里面去。那可能会觉得说，那不然就多办几个账号嘛。那多办几个账号，你再去把其他钱转出去。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风险是，你如果不小心转错地址呢，选错链呢，而且它还要手续费，对不对？那不如就直接创建子账户，它的内部转账是不用手续费的，而且怎么转都在你的钱包里面，它也不怕说转错链、转错地址直接遗失不见，还要花钱去把它找回来。所以子账户其实它的用途很多，它也不止说今天我们把现货移到子账户里面放，可以避免掉不小心爆仓的风险之外，它还可以做好像是，如果你今天你不只单一一个策略的话，你可能有4-5个策略，那在4-5个策略的状况下，你要全部都拿主要账户，都拿一个账户去做4-5个策略吗？那今天到底是哪一个账户、哪一个策略赚钱，你根本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就会创建子账户，把每一个策略都分一个子账户。那今天好，这样它这个策略是赚是赔，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你的资金的变动嘛，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策略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下到底好。如果同样的策略5个策略都在同样的交易市场上，同样的情况下去做5个不同的策略好了，你有5个子账户，你就可以知道说那哪一个策略其实它的绩效是更好的。所以子账户它的用途其实是非常多了，非常多的，可以保护你的资产，避免放在同一交易账户里面被强平，也可以让你来确认你的策略的绩效好不好。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子账户它怎么去做创建。那创建非常的简单，最主要的是你一开始要先有一个主要账户嘛，你要 KYC 有一个你的主账户，然后呢，透过这个主账户之后，再从这个主账户往下去申请它的子账户。那从哪边去做申请呢？第一个步骤，点到首页左上角的头像这边点进来之后，你会看到的是我这边上面是你的账号嘛，账号右边这里有一个箭头，点下去它就会跳到第3页的这个画面，或者是你下面这里有 KYC， 然后右边中间这里有一个主账户的切换的那个符号，有没有？点下去它也会跳到第3页这个画面。那如果说你一开始都没有子账户的话，它会是长这个样子，就只会有一个你的主账户，这边有一些主账户。
那这个就是你一开始办的那个 KYC 的账户。好，那接下来呢就点新建，新建。那这边呢就是命名你的子账户昵称，它只能打英文，只能打英文，不能打，英文跟数字好像都可以，中文不行。好，然后呢，它的账户模式会是统一交易账户，但是虽然它是统一交易账户，对不对？但是你把你的现货放进来，你只要确认说，哦，你今天交易的，就是如果说你是为了避免说不小心放到统一交易账户，那导致抢品的时候你的钱不见，那你就把现货啊全部都移过来子账户里面，然后用你的主账户去做合约，去做永续合约交易，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分好几个策略的话，你就可以写说账户的名称就可以写说这是什么策略，然后这是哪个策略，这是哪个策略，这样去做分配。好，那它的模式的话，其实跟我们主要账户的模式都一样，它一样有3大保证金模式，然后呢也会将未结盈余做成开仓的保证金，全部都一样。好，那这边设定完名字设定完之后呢，就选创建。创建之后呢，如果说你有绑定双重验证的话，你就会需要收取验证码跟固有验证器或者是手机简讯。收完之后点确认，这样子就会创建成功了，非常的简单，几个步骤，6个步骤而已，6个步骤你就会创建好你的子账户。那现在刚创建好的状态下呢，你的子账户是不会有任何钱的，不会有任何钱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从主账户把钱划转过去，我们就会利用到划转的这个功能。那我们一样先跳回来之后，你会先到你的主账户里面。现在这个界面还会是主账户，点右下角的资产之后，中间这里有一行这个功能划转，划转点下去，这边选子账户划转，那你就要选取从母账户的资金账户或统一合约、统一交易账户去转到你的子账户，哪一个子账户这边都可以做选择的资金账户还是统一交易账户。选择完之后确认好，那再选择你要转的币种，你可以转 USDT 去打合约，你也可以转其他现货，把它转过来子账户里面放。选好之后再选择你要转入的金额跟颗数，金额或颗数，然后点确认。确认之后，这样你的钱就已经转好了。那再接下来转好之后，你一样回到首页，点这个左上角这个头像去做切换，把它切换成子账户。这边切过来之后，看到这边一样从同样的路径下去看这个箭头或者是主账户的这个按键，点下去之后，原本我们只会有个主账户嘛，那因为新建了一个子账户，所以它就会跳到它这边那个子账户就会跳出来。然后呢，会显示说，你刚刚划转过去的金额大约是等于多少美金，它会帮你换算。那你再点这个子账户点下去呢，它就会切到子账户里面去了。对，那它的界面跟这个主要账户这边长得很像，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说，你点左上角进去，它会是显示是你子账户的名称。那这个就是子账户的创建，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子账户的钱划转回去的话，一样就是点资产，然后划转。只是说这边一样要选子账户划转，只是你会从子账户划转到主要的母账号，就是反过来这样子就 OK 了，很简单吧？超级简单。那这个的话就是子账户创建的教学，跟子账户我们通常会运用在哪些地方？像是你们之前那个打交易竞赛，就是 WSOT 的那个竞赛啊，就要创5个子账号嘛，他就说最多可以到5个子账号，就是用这个方式办，然后也是一样划转100U 进去，100几 U 进去这样。但是呢，它其实子账户是可以创到20个，我记得是20个，所以说，你可以有20个策略去测试。我记得好像有写，
写在哪里？我记得有写20个。然后界面这边其实它也有子账户，所以有非常多地方可以做，可以点选啊，非常多地方可以点选。这是什么？会有这个。好，以上就是创建的教学。那刚刚有讲到说要提一下凯利公式嘛？凯利公式，那凯利公式呢是在我们进阶课程里面的，它不包含，它跟 SMC 不一样，它是额外独立出来的课程，它只是说它是包含在进阶课程里面，那进阶课程里面就有这个风险管理啊、数学几率跟 SMC 进阶的内容。那我们后面补习班之后，应该会整个独立出来，就是进阶课程就是进阶课程，SMC 就会包含你们上的中阶跟高阶的东西，就会独立出来的。嘿，好像是周日，然后 SMC 应该是礼拜一吧。子账户如何删除哦？应该是一样从那个管理这边有一个管理，应该是可以从这边去做删除。我确认一下，我现在开一下我的白币，但是删除之前要记得先把钱移出来。哦，白币是不是有更新？白币界面更新了。等我一下哦，更新了，所以那个界面会长得不太一样。那等我一下，我确认一下。这个长得也太不一样了吧！我天啊！就是如果现在新界面的话，一样是点头像，然后右上角。看有没有没钱的？好，那没移应该是会，应该你移删除之前，他应该会跟你说，就是要记得移除。我现在移一看，因为我有一些是没有钱的，等等我呀，等等我。呃，现在的界面一样是从左上角这边点，左上角这边，只是说它的界面变成就是比较精简一点。你要到就是新的界面啊，如果你们有更新的话，新的界面应该是下面这边这个都会不见，下面这边也都会不见。然后呢，你的右上角会就是除了客服跟设定之外，在右边会多一个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点下去就会有子账户，然后点管理，管理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全部的账户。哦，删除的时候它会要你输入验证码，你的那个 Google 如果有绑定的话，会要输入验证码，但是它好像没有提醒说你里面有没有钱这件事情。但你就是注意一下，把里面的钱移走，然后移除的方式就是右上角，新的界面的话就是点右上角的这个切换，然后呢管理点下去，你就会看到你的全部的子账户，全部子账户，然后点更多，我截图，
它突然更新了，完全没发现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个更多，对啊，等于全部都要重结，太辛苦了啦。但这个可能真的要差太多了。那个更多，选好子账户，选看看是要选哪一个，把那个要删除的那个点更多，更多之后选通用设定，就会有一个删除子账户。但它不会，我刚点哦，它不会提醒说你里面有没有钱，它不会说哦你要确认有没有钱，所以要留意一下。好，没事没事，有时间的话就有时间再开。现在很少做交易，我都觉得盘面好陌生，真的是要督促一下自己。好，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凯利公式。凯利公式呢，它其实是最主要的用途用在做交易上面，其实是能够最有效的减少你的破产几率，让你的破产几率趋近于零。然后你的凯利公式凯利值用的对的话，你的破产几率是可以接近于零的，就是剩0.0000几的那种，基本上等于零了。那这个就是凯利公式，我们要用凯利公式最大的用途是这个。那凯利公式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你一开始你要先设定好你的策略，你的策略一定要先有条理的设定好，而且不能做，就是你这个策略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它的条件有 A、B、C 三个都达成，你就是要做单，不能说我这一单多加一个 D，下一单少一个 C，这样是会让你的凯利公式它没有去办法做运算，你的凯利会算不出来，会不准确。那所以说，最一开始你要先选择把你的策略固定好，然后去相信你的策略。之后呢，我们才会套用到凯利公式里面，利用你的胜率、你的盈亏比去算出凯利公式。然后呢，透过凯利公式的方式，让你的资产可以稳健的增长，然后让破产的几率降低。那凯利公式的话，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它可以控制你的单次损失，不会说我一次 all in，然后杠杆开太大，然后一次说到强平我就爆仓这样。然后呢，再来是它会追求的是长期的正期望值，不会因为说短期的波动去影响你的决策。像是很多人会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好，我今天我这个策略，我复盘的时候好像胜率很好哦，结果呢，一开始做实盘，前面连续亏了2、3单，我就觉得这个策略肯定是不行，就把策略换掉了。那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一直维持着一致性，在今天好，它还没有超过我们的标准差之前，我们都要相信这个策略是仍然可执行的。一直说，发现它已经脱离了标准差，发现这个策略真的可能不适合现在的市场的走势，或者是说，今天市场的走势改变了，或是我的策略失效了，我们才来脱离标准差之后，我们再来回头检视说我们的策略是不是需要做调整。但是呢，它只要在合理的单数之内、合理的标准之内的话，我们是要去相信说我们这个策略就是依然可行的，就是要去相信维持交易的一致性。再来，它可以去做到分散风险，去提升你资产稳定性。像是很多时候仓位开太大，代表什么？你的凯利开太大，凯利开太大。像是我们就会提倡说，你可以打半凯利，或是你更稳健一点，你打1/4凯利。但是呢，很多人新手，尤其是新手，一开始他打的是什么？他打的是2凯利、3凯利，甚至是10凯利，把他的资产再乘以10倍。
然后呢，这个风险就超级大，一个不小心小波动而已哦，就会爆仓。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变成1/2凯利、1/4凯利，那你的破产的风险，它不是说直接除以一半，它是大幅的降低。等一下后面呢，我们会套公式给大家看，大家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可以利用凯利公式这个东西去帮我们更稳健我们的资产。那凯利公式的话，它其实最一开始是用在讯号传输中查询问题，后来只是说，被投资者跟赌徒发现说可以把凯利公式用在投资上面，它可以去帮我们做最佳资金管理，而且可以确保长期获利，降低破产风险，所以它就被套用在了投资市场里面。但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凯利公式它不一定就是赚钱。凯利公式最主要目的是在帮我们降低风险，降低破产风险。今天如果你用凯利公式去打的话，其实你还是有机会会破产的，只是说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但它不保证说你用凯利公式你就一定会赚钱，这个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算凯利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准备的一个东西叫做胜率。再来另外一个叫做盈亏比，你有胜率跟盈亏比，你才有办法去算凯利公式。那这两个东西呢，首先你需要先复盘交易，复盘你的策略，你才会获得你的这个策略的几率嘛，跟盈亏比。那盈亏比的话要固定，就是说你今天在设定这个策略开始复盘的时候呢，你要先设定好它今天盈亏比是多少。固定假设说好，我今天一单就是打盈亏比2的交易的话，那我就是每一单这个策略就是每一单就是固定2啊。如果是一开始是2.5，那就是每一单都是拉2.5，这样子你的胜率才算得出来，不会因为说我一下子这一单做2，然后下一单感觉很看涨那我改做3啊，下一张感觉有点不稳，我调成1，这样子的话，你的胜率就会因为你的盈亏比去做影响。像是好，你举例来说好了，你如果今天盈亏比超级低，0.3好了，就是你止损1，然后止盈0.3，这种胜率就是超级高，因为它随随便便就会碰到你的止盈，那你的胜率就会很高嘛。可是如果你的盈亏比跳来跳去的话，那你的胜率到底是哪一个盈亏比？你的策略到底是适合哪一个盈亏比？你就会算不出来准确的数字。对，算凯利的话，盈亏比要先固定。那这个固定的话，你就是一开始设定策略的时候，就要先设定好你的盈亏比要多少。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调整的话，你要全部都调整。意思就是说，好，你一开始你先设定3好了。然后设定完之后，你发现胜率好像不错哦，好像不错，对不对？你可以往上调一点点看看。往上调一点，可能3.3、3.5去调整看看。但是你调整成3.5，就是代表说你的策略要重新再复盘一次，因为你有可能有些单3会到，3.5不会到嘛，那你不能一次就全部把它止盈的全部都改3.5，这样子会失真。所以你一定要全部，只要调整一个东西，就是要全部重新复盘过。然后呢，如果说你一开始设定3，然后发现它的胜率好像不是很理想的话，你可以往下降一点。你可以先调整盈亏比，发现怎么调，它就是可能3是最好了，可是你想要再更好，你就是改从你的策略的条件去做删减或增加，一定要基本上都是一次调一个，因为你一次调太多个，你会抓不到到底是哪一个不适合，哪一个适合，就跟做实验一样，一次只拿一个变因，一次只拿掉一个因素。好，那复盘完之后，你就会获得胜率跟盈亏比嘛。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算凯利公式了。凯利公式的话，首先我们会先需要计算的一个东西叫做期望值。期望值的话，它的公式你们就记赚的钱乘胜率，减掉输的钱乘输率。那基本上输率都是1啦，因为盈亏比的话，盈亏比就是你们那个 Trading View 上面这个多空头有没有？
下面这个中间这个数字就是你的盈亏比。然后呢，今天好，不管你止损放哪里，因为你固定盈亏比，所以好，如果我固定2，那我就是直接把止盈拉到2，那就是输1赚2嘛，就是赔1，然后赚2，所以基本上你的输率都会是1。然后呢，输的钱，好，假设说，不是啊，输率不是，输的钱都是1，输的钱都是1，赚的钱就是你的盈亏比的意思。如果盈亏比是2，那你的赚的钱就是2，然后输的钱就是1。胜率就是你算出来复盘完算出来的胜率，输率就是100%减掉胜率，你也可以用1减掉0点几。带数字的话就是这样，如果你的胜率是60%，然后盈亏比是1:2的话，那你的赚的钱，这边反过来，你的胜率是60，那就是换成小数点就是0.6乘以赚的钱2，减掉输率就是1减0.6，1减掉胜率的0.6，会等于0.4乘上输的钱，这样算出来是不是等于1.2减0.4？所以你的期望值会是0.8，这是分子，凯利公式的分子。那凯利公式呢，就只要再多除一个东西，这个0.8去除上它的盈亏比。盈亏比的话就是看你设定多少，盈亏比1:2，那就是2除以2，1:3就是除以3。所以第一件事情，先算期望值，期望值算出来之后除以盈亏比，你就会算出来你的凯利值。期望值的话，我们会这样看，你的胜率乘盈亏比大于100会比较好。比如如果你的胜率30，你的盈亏比至少要抓3.34，让它大于100。因为呢，你一定会有磨损，一定会有手续费，会有滑点等等。然后呢，通常你只要抓它的2个相乘大于100的话，这样才会是长期看涨的。对，长期看起来是赚钱的。如果说你抓的太刚好的话，会变成你会因为磨损，可能你的有些时候会刚好打平，就是你会有赚有赔嘛，长期下来你可能会是刚好打平的。对，相乘大于1。你说这个期望值不一定不一定。这个期望值算出来不一定，主要是这个胜率乘盈亏比，2个相乘大于100，才会是稳健看涨的。你的资产才会是稳健看涨的。期望值这个不一定，因为其实这样说好了，你的期望值越高，这个会跟你的盈亏比有关系，你可能会因为盈亏比很低，所以你的期望值很高。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你可能盈亏比只有0.3，所以你的胜率会很高嘛。可是你输钱都是好，你的盈亏比0.3，然后胜率有80%好了，你的输率只有20%，就0.2。然后呢，这样算下来，你的期望值并不会说比较好，就是整个策略不一定说会比较好，因为你光是手续费的部分，你就可能磨到亏钱了。你一直重复开关单，可能就亏钱了。可以算算看我刚刚讲是多少？胜率0.8乘0.3，这样有点难算嘿嘿。就乘1好了，如果盈亏比就1:1的话，那就是0.8减0.2就0.6。但这种状况下，你的凯利就会变得大，就是它会变成这样，就是如果你的胜率高的话，
凯利值就会比较大，胜率低的话，凯利就会比较小。好，所以前面算的这些应该没问题嘛，就是期望值先算出来之后，直接除以盈亏比，就会是你的凯利值。所以这个算下来的话，凯利值会是0.4。那0.4的话，是代表说你一单可以亏损的钱，所以说，好，如果假设我的总资金是1000块好了，那我一单能亏损的钱就是1000乘以0.4，就是400，等于我开一单，我的止损碰到止损就是415。然后下一单呢？下一单你的资金是变多少？600，对不对？所以你下一单亏损的金额就是600乘以0.4，会剩亏240。下一单第一单亏400，第二单再亏就是亏240，然后就会剩，如果第三单再亏就是多少？600减掉240，会剩360。360再乘0.4，就是你第三单可以亏损的钱。它会因为你的资金的大小，你的仓位，如果你一直亏损的话，你的仓位会越开越小，越开越小，你会亏损的钱会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让你的破产的风险降低，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你是一直止盈呢，你的资金会变大，对不对？你可能从1000变2000，但你的凯利值一样固定0.4的话，你变成一单可以亏损的钱是800，但是你赚的钱会是有复利的，是会有复利的。就像刚刚举例的1000U 是你的起始资金，如果你止盈就是400乘以2，就是盈亏比如果是2的话，凯利是0.4，你亏一单是不是亏400？那你止盈的话就是赚800。那你的总资金，如果你止盈的话，你的总资金会变1800。那下一单就是1800乘以0.4，就是你可以亏损的钱。那会变成说，你可以亏损的钱会变多嘛，但是你赚的钱也会变多，所以它是会有复利的效果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亏损呢，它会因为你的仓位资金变得越来越少，所以你能下的仓位也会相同的，因为你的止损的金额变小，所以你的仓位也会越来越小。它是这样子的概念，只是说会因为资金每次不同，所以说仓位每次都要算。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帮我们做了一个凯利公式的计算网站，我还留着，还在吗？人还在吗？还在啊？真的假的？哦，太久没有去做了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还是很少用凯利啦。这里啊，这个凯利公式仓位计算。哦，那你后来你会用这个去打单吗？就还是比较习惯定损，对不对？我也是。因为小资金好，如果像我是小资金啊，用凯利打起来会比较没感觉。但是如果是对于那种几百万的，他们就会比较需要这个东西去帮他们做仓位的控管。嘿，那凯利其实就是这样。那你就是去算，你每次你会因为盈亏比跟胜率不一样，所以算出来的凯利值会不一样。像这个就是0.4，
所以它的合约仓位比例就是40%。那这种是零的，就代表说哦，你不这个合约就是这笔交易就不适合做了。这代表什么？你的这个策略的盈亏或胜率不可行。然后如果是负的，就更不用说啦。那最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算出来的，刚刚算出来那个0.4，以0.4来做举例的话，它就是1凯利，1凯利。那如果说以0.4来算的话，1凯利的话，破产几率大概是13%，半凯利就是1凯利除以2，就是我们刚刚看的0.4有没有除以2，就是半凯利，就是20% 的资金。那如果是1/4凯利的话，就是一凯利除以4，这个最稳健。但是呢，因为你凯利越小，你的资产的成长会越慢，所以呢，其实可以打半凯利。半凯利是资产相对稳定，可以稳定成长，然后呢，破产几率又是大幅降低的。对啊，GPT 是也可以算，但是要 GPT 麻烦的是要验算，GPT 一定要验算，它很容易算错，超级容易算错。它我觉得 GPT 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帮你统整，就是如果你给它一整篇文章好了，它可以很快速的帮你统整出整篇文章的重点，但是它还是会出错。你如果好，就叫他这篇文章看完，他会整理出重点给你嘛？你再丢另外一篇给他，他还可能还是可以帮你整理出来。你再丢第三篇给他，他会把3篇混在一起，他会出这种很好玩的错误。就是我们在做那个金流报告书，也都是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他会把别人的案例，就是其他受害者的案例，加在新的受害者身上。对对对，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对啊，所以每一次都要检查，每一次都要检查。他是真的错误率不低，不低。老实说，就是不能完全相信，但他一定是个好帮手。对于很多事情上，他绝对是会让你事情变得更有效率一点。因为你可能像是刚刚讲的那个文章，你光要看那个文章，你可能就要花好长一段时间，对吧？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确认有没有错误，这样而已。好，那凯利公式 OK 吼，凯利公式的运用，那像是凯利公式啊，好，你如果只有1000U 好了啊，你可以亏400U，可是你的仓位开不了那么大，你的1000U 很难直接开到400U，对不对？那就是说，好，你就算现在一颗以太币1000块好了，你要亏400U，你买一颗，你要你要亏它要掉400点，你才会亏400块。那等于说，你的止损就只有20个点好了，你等于要开到20颗，但你1000U 开不了20颗，那就是开杠杆，就是开杠杆。所以它也会因为说，哦，你的凯利的关系需要调整杠杆，
杠杆的话，这个就会因为你的剩余资金跟你需要开的仓位去做调整了。就像好，今天就我刚举的例子，你只有1000U，然后呢，你需要就假设说现在一颗以太币1000块好了，把它写下来，是1000块的以太币，想买1000块的以太币，然后呢，你的资产也只有1000U，然后你可以亏你的凯利值是0.4，所以好，你打一凯利是不是等于是1000乘以0.4？是你可以亏400U 嘛？第一单就亏400U。然后那假设说你今天开单的话，你的止损就是到980就止损，以太跌到980，你做多，然后以太跌到980，你止损是只有差20点而已，写个简体字，就差20点嘛。那你亏20点，如果买一颗就是亏20块，你要亏到400U，代表说你要买到20颗以太币，20颗以太币。但是你只有1000U 啊，你买不了20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开杠杆，就要乘以20倍，你就要开20倍的杠杆，对不对？但是好，如果说，今天以太币是2000块呢，然后好一样跌20点，就1980，对不对？那你2000块的时候，你这样是不是一样要买20颗？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乘以40，这个时候你的杠杆就要调整成40，应该没算错。所以会因为你的凯利跟现在的价格要根据现在的价位跟凯利值去算说，你的仓位要开多少，然后呢再去回推说你的资金要乘以多少倍的杠杆。杠杆不用固定，杠杆只是来帮你调整你的仓位而已。会要固定的就盈亏比而已。对，如果你说凯利只要算什么东西的话，就是盈亏比一定要固定。那你盈亏比要固定，还有策略也要固定。同一个策略，它的条件就是这样。对对对。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你今天复盘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被后续的盘面影响，就是条件达成，你就是记录进场嘛，然后记录止盈还是止损，去记录你每一单止盈止损，你才有办法算出你的胜率。好，你复盘可能100单好了，复盘完你的胜率长这样，那你开始在做实盘的时候，你不可能做5单连续亏损，你就说这个策略失效。策略失效，它有一定的，它有算法，说就是你几单，如果超过几单，胜率掉到多少，这样子策略才是出问题。可能是策略出问题，可能是反正通常就是市场环境改变了，策略才会不适合嘛。但一定不会是说啊，我连续亏损3单，我的胜率就是0，或者是我连续3单止盈，我的胜率就是100。这个策略超好用，或者是这个策略超级烂，一定不会马上去做这样的判断，一定是你需要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开单数之后，才会来检视说策略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你想你的胜率是用100单去计算下来的，当然不可能足足因为5、6单
就去影响到你整个策略。好，你100单算下来，你胜率有60，但是你的输率还是会有40，对不对？你还是有机会10单里面连续输4次啊，就10单里面还是有可能会输4次。那这4次会不会连续输？还是有几率嘛？所以你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刚一开始盘，然后连续输了4单，我就觉得策略失效，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他说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我桌上好多猫毛哦。好啦，那新手教学部分就到这边。那如果说有其他疑问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里面做发问，也可以直接开票仓@我。好，那就祝大家交易顺利，大家拜拜。